我这一辈子见过太多聪明人，智商高达150，却在最简单的小学数学题上犯下足以毁灭人生的错误。他们手里拿着复杂的计算器，脑子里却装着一团浆糊。绝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在商学院拿着全额奖学金的高材生，看着银行账户时都天真的以为，如果你负债20万美元，而你的邻居拥有20万美元的存款，你们之间的差距仅仅是40万美元的净资产。他们用加减法来理解这个世界，20万减去负20万等于40万，听起来无懈可击，对吗？如果你也是这么算的，那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你，你对这个世界的运转逻辑一无所知。你不仅数学不及格，你的生存逻辑也是混乱的。这根本不是40万美元的差距，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之间的差距。这就像是一只在陆地上奔跑的狮子和一只在沼泽里挣扎的羚羊之间的区别。真正的差距不是账户里的数字，而是你与时间这个维度的关系。一个是拥有时间主权的自由人，另一个是被剥夺了时间维度的奴隶。让我把话说明白一点，在这个残酷的商业世界里，只有2种生存结构，一种是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另一种是让时间成为你的敌人。当你负债时，你实际上是签署了一份出卖未来的契约。你以为你只是借了钱，实际上你抵押的是你人生中发生意外时的生存权。真正的差距不是钱，而是你对生活的控制权。一个是时间的盟友，一个是时间的囚徒。这2个数字代表的是完全相反的2种生存结构。我想先请你们把那些关于理财的肤浅概念扔进垃圾桶。我们今天不谈怎么挑选下一只暴涨的股票，也不谈怎么通过投机一夜暴富，那些都是傻瓜玩的游戏。我要谈的是更底层的逻辑，是一个被刻意隐藏的游戏规则。债务是如何在物理层面上消灭你的时间的。当我说差距不是40万，而是超过100万时，很多人只看到了数字的冲击。但真正让这个论点致命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我揭示了一个真相：在这个福利的世界里，没有中立地带，你必须站队。你们肯定听过爱因斯坦那句被引用烂了的名言：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但我发现绝大多数人只听懂了前半句用来做发财的白日梦，他们完全忽略了后半句的警告。这简直是愚蠢至极。让我来替那位物理学家补全这个常识：复利从来不是中立的，懂的人赚它，不懂的人负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复利根本不像教科书里写的那样温情脉脉，它更像是一个放大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根杠杆。它放大聪明，也放大愚蠢；它放大耐心，也放大急躁；它放大自由，也放大奴役。当你有20万存款时，复利是你的仆人。你在睡觉的时候，他在工作；你在度假的时候，他在工作。甚至当你犯傻，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他依然在忠实地为你积累能量。这就是我说的顺流而下。你不需要是个游泳冠军，哪怕你只是躺在船上，水流也会把你推向终点。但当你背负20万债务时，复利就变成了你的地狱监工。他不需要休息，没有怜悯，不讲人情。你越是努力工作，债务增长的速度可能就越快。你越想快速还清，反而陷得越深。因为你在和一个永不疲倦的数学规律作战，你在逆流而上。无论你划船的技术多么高超，只要你停止划桨1秒钟，河流就会把你冲向深渊。复利不是中性的数学公式，它是有立场的。
它是一股巨大的物理力量，如果你不驾驭它，它就会碾碎你。让我给你们算一笔账，不是你们那种自欺欺人的账，而是赤裸裸的现实。假设你欠债20万美元，年利率15%，这在美国的信用卡体系里已经算是仁慈的了。如果你只还最低还款额，10年后这笔债务会膨胀成80万9千美元，这个数字是不是让你感到窒息？现在反过来想，假设你有20万美元的存款，哪怕你是个极其保守的投资者，年收益率只有5%，10年后这笔钱会变成32万6千美元。这时候你们之间的差距是多少？拿出计算器算算，不是40万，是113万5千美元。但这还不是全部，真正的灾难在于债务不仅吞噬金钱，它还在吞噬你的认知带宽。当你醒来的每一个早晨，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是我该怎么还下个月的账单时，你的智商实际上已经下降了。这种持续的焦虑会像病毒一样侵蚀你的判断力，你无法进行长期思考，你只能盯着眼前的苟且。这就是为什么穷人往往显得短视，不是因为他们天生愚蠢，而是因为债务和匮乏剥夺了他们往远看的权利。当你的鼻子贴在墙上时，你是不可能看到地平线的。如果你问我投资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选股能力，有人说是预测市场，我会告诉你，最重要的是不被强迫做决定的权利。我在2007年南加州大学的演讲中就说过，债务会把时间这个维度从你的决策模型中深深剥离。大多数人不理解这句话的深意，他们以为我在讲财务管理，实际上我在讲生存结构，这非常关键，请听好了。假设你是一个投资者，你看好一家伟大的公司，比如那个仓储式超市巨头好事多，你买入后遭遇了市场崩盘，股价下跌了20%甚至50%。如果你用的是自有资金，你有3个选择：第一，继续持有；第二，等待反弹；第三，甚至加仓摊低成本。你可以坐在那里喝着可乐，翻翻报纸，什么都不做，因为你拥有时间。你可以等待市场恢复理智，哪怕这需要3年、5年。但如果你是用借来的钱买的呢？或者你背负着巨额债务急需用钱呢？对不起，你没有3个选择，你甚至没有选择。你的债权人，那些毫无幽默感的银行家，他们才不关心你的判断是否正确，他们不关心这家公司的基本面是否坚如磐石，他们只关心一件事：你今天能不能补足保证金。当股价下跌触发红线时，你只有一个下场，在市场最恐慌、价格最低廉、最不该卖出的时候，把你最好的资产卖给那些手里拿着现金的人，比如我和沃伦·巴菲特。这就是我说的时间维度被剥离，市场可以在任何时刻考验你，而你必须在那个时刻交出答案，即使那个时刻是最不适合做决定的时刻。债务消除了你犯错的权利。在这个充满随机性的世界里，如果你没有容错空间，再高的智商也救不了你。智商在绝对的强制平仓面前等于0。看看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那是一个经典的悲剧。那家公司里汇聚了全世界最聪明的大脑，包括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的数学模型完美无缺，他们对利差的长期判断大概率也是对的。如果给他们足够的时间，他们的策略最终会盈利。但问题是，他们使用了极高的杠杆，他们借了巨额的钱来放大收益。结果呢？俄罗斯爆发债务危机，市场出现了他们模型中认为几万年才发生一次的波动，因为杠杆太高，
他们没能撑到被证明正确的那一天。短短几个月，40亿美元的净资产归零。很多人以为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过度自信，其实真正的教训是债务剥夺了你等待的权利。在这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中，只有活得久的人才能赢。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那些天才们，不是死于愚蠢，而是死于没有时间。他们被剥夺了在这个赌场里继续坐在牌桌上的资格。总是有人，尤其是那些刚读了几本商学院教材，觉得自己懂点金融学的年轻人，跑来教育我：查理，现金是死钱，放在账上不动就是浪费。通货膨胀每年都在发生，必须让钱流动起来，否则就是在亏钱。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这些人根本不懂什么是期权价值，他们对现金的理解还停留在幼儿园水平。他们有3重误解：第一，认为现金是死资产；第二，认为现金的价值等于它的购买力；第三，因为害怕贬值，所以必须赶紧花掉或投出去。这3个误解都源于一个根本性的认知错误：他们把现金当成了资产。但现金不仅是资产，现金是权利。什么权利？是在最坏的价格不卖出的权利，是在最好的价格买进去的权利，是在所有人恐慌时保持冷静的权利。让我告诉你，期权价值是什么意思。在金融学里，期权就是买或不买的选择权，这个选择权本身就是昂贵的。回到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全球金融系统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塌。那时候，哪怕是高盛和通用电气这样的巨人，也跪在地上求救。他们是垃圾公司吗？不，他们是美国工业和金融的象征。他们只是在这个特定的时刻缺乏流动性，而那个时刻，全世界都没钱。除了我们，因为我们手里握着大量看起来低效的现金，在那个时刻，现金的价值不是面值，1美元不仅仅是1美元，它是救命稻草。我们给高盛开了个价，条款非常苛刻，若是平时他们绝对不会看一眼，但那时候他们只能接受。那一笔交易赚到的钱，可能比某些人一辈子忙忙碌碌赚的都多。现金给你的不是购买力，而是在恐慌时保持理性的能力。当别人被迫做选择题时，你在做主观题，这就是结构性优势。那些因为害怕每年3%或5%的通货膨胀而匆忙把钱投进股市的人，通常会在一次崩盘中损失30%甚至50%的本金。为了躲避毛毛雨，却一头撞进了龙卷风。这就是大众的投资逻辑。他们不仅仅是输了钱，更是输掉了心态。被迫的投资往往是最差的投资。当你因为焦虑而行动时，你就是在追逐热点，忽略风险。结果你不是跑赢了通胀，而是主动把本金交给了市场。所以不要再跟我说现金会贬值，现金是你自由的护城河。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世界上，拥有现金意味着你永远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这种自由的价值远高于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利息回报。现在我要谈谈心理学。如果不了解人类的非理性，你就无法理解钱。如果你以为经济学只是关于数字的，那你就是个傻瓜。经济学是关于行为的。我在2016年的报社年会上说过，人类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把钱分成不同的账户，这被称为心理账户效应。让我给你讲一个极其荒谬但又普遍存在的例子。我见过无数人这样做。一个人的银行储蓄账户里躺着10万美元，赚着2%的微薄利息。与此同时，他的信用卡或者消费贷款里欠着10万美元，
支付着18%的高昂利息。如果你问这个人为什么不用存款还清债务，他会振振有词地告诉你：哦，不行，那是我的应急基金，不能动。信用卡我会慢慢还的，我有工资。这简直是疯了，这是认知上的精神分裂。你的大脑为了让你感觉良好，把资产和债务分在了两个不同的抽屉里。你的左脑看着存款感到安全，分泌多巴胺；你的右脑看着债务感到焦虑，分泌皮质醇。但这两种情绪不会相互抵消，它们会让你陷入混乱。从数学上看，你的净资产是0，但从现金流上看，你每天都在大出血。你为了维持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正在向银行支付高昂的愚蠢税。这就好比你一边在给房子制冷，一边又在屋里生了一堆火，然后你还觉得自己很聪明，因为你既拥有了凉爽，也拥有了温暖。如果你既有储蓄又有高息债务，你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应该是把储蓄拿去还债，除非你是想做慈善资助银行家，否则任何其他的决定都是理性的自杀。为什么聪明人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因为大脑很懒。人类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是为了求生存，而不是为了求真理。面对复杂的财务状况，大脑本能地想要简化问题。通过分类，这是买房的钱，这是吃饭的钱，这是还债的钱，大脑可以避免思考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我的整体财务状况到底如何？这种逃避的代价是巨大的。你永远看不到全局，你的每个决策都是局部最优，但整体却是灾难。我在1973到1974年经历了美国股市的大崩盘，那是一次惨痛的经历，市场跌了1半以上，但我没有破产，因为我没有债务。我看到很多比我更聪明、更懂数学的人破产了，他们不是因为选错了股票，而是因为他们的心理账户让他们在应该收手的时候贪婪，在应该坚持的时候恐惧。我们要学会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不要只想这笔钱能带给我什么安全感，要想想这笔债务会带给我什么风险。打破你脑子里的心理账户，把所有的资产和负债看作一个整体。只有这样，你才能避免成为那个自欺欺人的傻瓜。在我这漫长的99年人生里，我观察过各种各样的人。我发现世界上有2种贫穷。第一种是物质贫穷，你没钱买想要的东西，没钱住大房子，甚至有时候要为下一顿饭发愁，这确实令人痛苦。但这并不是最可怕的。只要你还有双手，还有大脑，这种贫穷是可以改变的。第二种是时间贫穷，这是最阴险、最绝望的贫穷。我见过很多人，他们看起来光鲜亮丽，他们穿着名牌西装，开着豪华轿车，住在富人区的别墅里。表面上看，他们是所谓的成功人士，但如果你仔细看他们的生活，你会发现他们其实一无所有，因为他们的每1分钟都已经抵押给了债务。他们不敢失业，不敢休息，不敢生病，甚至不敢拒绝老板无理的要求。为什么？因为下个月的房贷、车贷、孩子的私立学校学费，像一群饿狼一样在门外等着。只要现金流一断，他们的生活就会瞬间崩塌。这种人，哪怕年薪100万，依然是赤贫的，因为他们失去了作为一个人最宝贵的资产，对自己生命的控制权。债务最邪恶的地方在于，它许诺你提前享受未来，实际上是让你出卖未来。你以为你在用明天的钱买今天的快乐，其实你是在用明天的自由买今天的枷锁。当你签下那份贷款合同的时候，你就已经把自己卖给了时间。真正的财富不是你赚多少钱，而是你能拒绝多少不喜欢的事情。
只有当你拥有说不的权利时，你才算真正拥有了财富。我想谈谈选择权，这是被大多数人严重低估的资产。什么叫选择权？就是说不的权利。当我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我见过太多聪明的年轻人，他们才华横溢，本可以成就一番伟业，但是他们背负了沉重的学生贷款，又急于过上体面的生活，于是他们被迫接受了那些薪水高但毫无意义，甚至违背道德的工作。他们告诉自己，我先赚钱还债，等以后有钱了，我再做自己喜欢的事。但结果呢？那个以后永远不会到来，因为当你习惯了高消费，你的欲望也会随之膨胀，你会买更大的房子，背更重的房贷，买更好的车，背更多的车贷。这就是红皇后效应，你必须拼命奔跑，才能勉强留在原地。债务的陷阱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自我强化的循环，它会像毒品一样让你上瘾，最后你变成了一台赚钱的机器，而不再是一个有灵魂的人。这篇文章真正想告诉你的，不是关于怎么省钱，而是关于怎么救赎你的人生。当我说负债20万和存款20万的差距不是40万，而是超过100万时，我知道很多人会被这个巨大的数字震撼。但如果你只记住了数字，那你就错过了最重要的东西。我想让你记住的是，储蓄不是一种牺牲，不是为了存钱而过苦日子。储蓄是在购买未来的选择权，每一美元的储蓄都是你在从未来的那个冷酷世界里赎回你自己的一部分灵魂。我知道这篇文章很长，在这个短视频称霸的时代，我知道你们已经失去了阅读长文的耐心，但这恰恰是我要说的最后一点。耐心，如果你能理解我今天说的，负债与储蓄的差距不是数字，而是生存结构的差异。现金不是死钱，是期权。复利需要时间，而债务扼杀时间，那么你就比99%的人都更接近财富的真相。我快100岁了，我没有什么东西想卖给你们，我只想留给你们3句忠告，听不听由你。第一，永远不要用债务做选择题。当你面对人生的重大选择，换工作、结婚、创业时，如果你的决策依据是我有没有债务要还，而不是这件事是否有价值，那你已经输了。真正的选择应该基于这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而不是我能不能负担得起下个月的账单。第二，建立你的护城河，不要只关注进攻，要关注防守。在工程学里，我们讲究冗余度。如果一座桥梁能承受10吨的重量，我们只允许5吨的卡车通过，这就是安全边际。你的财务生活也需要这样的安全边际。现金就是你的冗余度，储蓄就是你的护城河。不要让自己活在极限边缘，因为意外总会发生。第三，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不要总是问我怎么才能发财，要问什么事情会必然导致我的毁灭，避免了毁灭，剩下的就是赢。如果你能避开疯狂的债务，避开不切实际的杠杆，避开从众的心理，哪怕你只是平庸的前进，时间也会把你推向终点。愿你们理智长存，时间自由。愿你们在人生的复利游戏中永远站在天使的那一边，而不是做魔鬼的奴隶。我是查理芒格，关于这个话题，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